喂，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夢星 DST 景力神的第7款。造型方面自然是符合了現在 DST 整體的一個美術畫風，但是尺寸方面感覺好大呀！人形到頭頂已經來到了24公分左右。不過想象一下也可以理解，畢竟它最後是要跟大力神的這些成員進行一個合體的。配件我們現在是全裝在身上的效果，2個紅色的小翅膀插在肩頭。肩炮的樣子，頭雕做的還是挺帥的。這邊有一把長槍，也是警車的一個標誌性武器。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個像是小手槍，這個主要也是為了大力神的那些武器全部拼在一起，而且槍口裡邊內置了磁鐵，也是為了配合头燈的使用。另外這一次的警燈部分是需要插拔的，倒是拔下來放在小臂上邊，可以当一個小盾進行使用。就這種小圆盾的用法是什麼呢？之前玩黑魂的时候啊，这小团牌招架起来可好用了。背後的造型這裡邊填的也是滿滿當當，腿部這種圓潤的曲線過渡，用小槍口吸一下，腦袋裡邊會發出藍光的眼睛，而且是內置了電池的。這個頭雕做的真的挺帥的，透明的大犄角，不錯。把肩炮這裡折起來。頭部這裡是一個球形關節，來回旋轉，點頭抬頭的幅度都有餘量。因為變形的需要，脖子這裡邊的根部關節活動範圍很大。翅膀注意一下，它並不能90度跟這樣折到肩膀的後邊啊，是斜着立在這一塊的。哎，不過這個造型衝起來的樣子還有點扎靠旗的那個味道。胸口這一塊直接是車頭的刻畫，中网的位置和防撞欄。肩胛這裡如果不喜歡呢，把這2個翅膀拔了。360度旋轉是齒輪關節，平舉的話，從這一塊齒輪關節就已經可以舉到90度了。然後外側這裡變形的需要還可以往上抬。二頭肌360度旋轉，胳膊肘這裡是2段的關節，屈臂的幅度很大。手腕可以來回的旋轉，下3指連在一起的可動手型，拇指獨立活動。腰部360度旋轉，這裡邊也有齒輪的定位。腿部前踢，齒輪關節這一塊的支撐穩定性很好，小腿裡邊的面板也有一些刻畫和填充。後踢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干涉。側抬，大腿360度左右旋轉，膝蓋彎折這裡邊也是齒輪關節，而且折疊的幅度還是非常大的，可以達到135左右。腳踝整腳的左右接地。前後活動也有一定範圍，整體來說人形的樣子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做得很帥，身材的比例也是很匀稱的，在一些細節的點綴塗裝方面也是一絲不苟。但最大的問題其實還是讓人們不太習慣的這個身高差距啊。來變形，首先第一步，2個肩炮順着後邊這裡的樁子給它拔下來，小臂拆開這塊面板的縫隙，把拳頭藏進去。拳頭在收納的時候也是注意這些手指頭的疊放，一定要壓到一個最小的密度，這樣才完全蓋得上。另外就不得不說啊，夢星家的這個說明書刻畫呀，這次我真的又想罵他點啥了，就是哎呀，這遺漏了好多的地方，用工程的建模圖來畫說明書啊，每次就是好像沒理解結構似的。後背的2片翅膀通過双段關節，我們先跟這兒撩開，腾出更多的空間來。擋風玻璃和肩膀的後方這裡有2個扣子，把它拔鬆，整個的拉開。上方這一片灰色的面板根部這裡也有插口，是2層的，我們把它都拉開，然後把这一塊擋風玻璃180度翻轉到外側。左右這2塊車玻璃，注意前方的夾角位置，讓過來，展開。在肋部的側面這裡，連接着2個插槽，把這個地方打開。胸口前方在這個防撞欄下邊拉開，這一片位置也有連接的插口，給它撥開，然後90度提上來，把這一塊結合住，另一邊也撥開。現在整個的車頭就可以90度立起來了。脖子後方的蓋2個插扣打開，腦袋擰個180度，壓到最下面，注意上方的2個犄角，轉過去，蓋上。填到裡邊來的時候，注意啊，腦袋要稍微的往起翹一點點，讓這個下巴立起來，下方的一個縫隙。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通過這一塊的雙段關節往下搓動一下。搓下來之後，把這片面板往裡蓋，這兒有一個插扣，
把這個地方進行結合。注意一下位置關係，扣合回來，這個三角區域要在這面頰的下方。二頭肌根部的這一塊裡邊是有一個左右推拉的滑槽的，這裡邊是有活動的餘量。我們先把這一塊90度折過來，然後往外折疊一下90度。注意這一塊折过来的時候，邊緣這裡的夾角不要刮到了。再往內壓90度，讓這個肩膀往起進行一個收攏的狀態。再旋轉過來，這邊的手臂同樣，我們先轉一個90度，把它打橫，張開這一塊的關節，通過根部的雙段往下搓動，壓到這個扣子上方，夾到臉頰的中間凹槽裡面，把這個肩膀往內收，旋轉90度齒輪關節，擺成這樣。下一步順着腰兩側，這兒有2個扣子，給它拔開。這2片往上貼一貼，擺一個90度，攤過來。這胳膊要旋轉一下，挪到這一面來，利用到側面的扣子，再往下放的時候，跟腰部這裡剛才露出來的2個孔進行固定，完全夾合好，把2條小臂固定在腰上。這些說明書都是沒畫的地方。然後呢，後邊的這2個蓋子放下來，這兒有個凹槽，剛剛好。用來存放它的卡扣，也是起到一個定位的效果，并不能插住啊，就放这兒就行了。腿部的变形其實也挺簡單的，但是說明書會把它畫得很複雜，而且漏掉了很多步驟。首先，小腿後邊的這一塊蓋板打開，腳底對折，順着下方這裡揪開，整個把腳丫子藏到內側的空間裡蓋上。注意這一塊的邊緣，裡邊有掛鈎的扣子，鎖上來。尾部包好，順着這一塊打開一個鎖鈎，90度解鎖開。膝蓋內部有一個插樁，摳着這點邊緣放開拉，整個把這一塊卸開。裡邊還有一塊填肉的面板，90度把它打橫。大腿這裡我們進行一下縮窄，這側面有一個掛鈎，我們把它撥一下，稍微的挪開，鈎子藏起來，疊放過來。側面的這一片肉給它摳出來，雙關節擰到前方，這個時候就把它變窄了，通過 Z 字雙關節，膝蓋縮短，然後蓋回去，全部都密合好，順着腰部擰個180度轉過來。這一塊密合的時候注意一下，中間這裡插襠部，上方這裡2個扣子插膝蓋，把這一片先鎖下來。接着把這一塊灰色的面板插回來，扣住。前方這裡有一塊定位的地方，插到中間的凹槽，後邊這裡的2個鈎子狀的零件，把它同時密合，斜着放進去，再插。車頂全部裹好之後，車門這裡通過裡邊的關節拉過來，上方的插扣，側面的2個插扣，同時進行。鎖定掛住，再把前方的這塊面板通過雙關節撥過來，兩邊的車門全部包過來，密合好。這一塊需要注意的點，主要還是胳膊在這裡邊的位置關係啊。它這個雙段關節是一個斜45度的擺放，橫着插下來，把這一塊固定住，裡邊的零件全部擺好位置。腿後邊2塊面板旋轉180度放過來，輪毂做的很細膩，塗裝很漂亮。橡膠的輪胎，倒車鏡這裡是軟膠的材質，變形的時候也不用擔心。透明的玻璃，最後我們把警燈順着上方2個扣子插上，完整性還是可以的，環環相扣的鎖定，包裹的程度也不錯，底盤填的滿滿當當。剩下的這一堆武器我們疊一下，把这收起來，2個肩炮对着插在一起，透明的翅膀。卡在這邊，注意這也是一個斜着的擺放造型，順着尾部凸起的扣子給它插進去，就相當於給這個警車增加了一個尾翼。其實我並不是很喜歡把武器都掛在車上的效果啊，感覺還是很累赘的。而且該說不說，這一款的車型還挺像電影《大黃蜂》的那個外觀效果啊。全車長度在21公分左右，很大的一輛警車，拿起來也是沉甸甸的分量感十足。另外，警燈還有一個晚點。翻過來，下方這裡有2個插孔，我們可以把這2塊結合上去，
你这个卡到手臂上的时候，盾就会更大一点，带俩翅膀，或者直接把这个翅膀展开，顺着这一块再卡。这相当于多了一个展开的盾牌，前方这里的尖刺也可以当武器去使用。别说这个能量盾的模式展開還是挺漂亮的。最後咱們也是來把它變成合體的形態。第一步還是先拆車門側面的這一塊，再把這一塊的車門扣子都撥開，整個雙關節往前提拉鬆。接着頂蓋的部分也要全部的拆開。這一塊如果扣合完全到位呢，插的是挺緊的，拆的時候小心一些。好，完全把這一片都打開。先翻到前面騰出來所有的空間。現在要把腿部左右給它打開。後邊的車尾我們就把它還原成腿部的狀態。順着這一塊摳開，雙關節拉出來。腳丫子啊，你在現在的情況下是沒有什麼摳點把它翻出來的。趁着現在中間空的時候，我們把手指頭伸進去，從裡邊頂一下它，插的還是挺緊的。趁着現在的中空期，我們把這一塊頂開，腳翻出來，然後再蓋上，回歸到腿部跟膝蓋這裡的扣子插上。側面的這一塊獨孔蓋板翻進去，外側的鈎子鎖住。腿裡邊這裡有兩個合體用的插樁，把這一塊翻出來，這一塊的鎖鈎打開，然後在後車窗的位置這兒有一個蓋子，給它先打開。順着大腿的旋轉關節擰個180度翻到外側來，脫開腰部鎖定的兩條小臂，左右的扣子這裡拆鬆，然後擰個180度，把胳膊旋轉到這一側來。上方這裡肩膀的兩個蓋子翻開，從這裡邊插住，讓肩膀別亂動，鎖在裡面。往上提，胳膊順着這一面折疊過來。下一步順着中間的連軸擰過來，90度疊放好腰部之後，再用胳膊側面的樁子跟腰這裡進行鎖定扣合。腰部後方這兩片繼續延展開，從這個地方還有一個軸，我們再往起折疊，拉起來之後，腰部旋轉180度，盡量的往上提，提成一個斜着的角度啊。胯部這裡的關節往下掰一掰，左右順着這一塊和這一塊的關節打開拉過來，邊調整角度邊找到這一塊的圓樁插輪毂中間的扣子。前方這裡又有一個掛着的鎖，跟這兒套進去，結合兩個扣子鎖定之後，這兒還有一個地方，再進行二次加固。翻起來這一塊白色穿過中間的洞，給它鎖進去，再用這塊蓋子鎖下來，又一個多維度的咬合。哇，這個樣子你結合起來就非常的結實了。兩條腿掛在身體的兩側，相當於把胸口加寬。很結實，掛着那麼重的手臂完全都不會掉啊！前方的防撞欄這一塊雙關節折疊拉起來，攤開這一塊位置，灰色的蓋板解鎖，跟這裡扣過來鎖上。這一片疊放下來，中間有一個插扣，剛好和襠部中間鎖定。擋風玻璃通過根部的雙段關節搓一下，就放在這兒就好了。組合的位點，打開這一塊的後輪，裡邊這個齒輪關節會非常的硬啊。用一個粗一點的改錐插進去，把它別出來，輪子再疊放進去。最後我們拿出警力神的大頭，腦門這一塊的零件是可以替換的。現在可以看到裡邊有一些文字的刻畫。我們把這個蓋子撬開，換上警力神標誌的這個大眉毛。大頭裡邊也自帶了電池，有眼燈的效果，但是這個小槍感覺磁力不太夠啊。吸不太亮，我想了個辦法，也就是在這個磁鐵上面再多加一塊磁鐵，疊起來，吸，眼燈就點亮了。哇，很帥的一個腦袋，順着中間的槽給它插進去。最後我們來進行組合。對仗鏟土機我們已經剔出去了，吊鈎變成了合體的腿部造型。警車翻起前方中網位置左右的兩個棍子，這裡是插合胸甲的地方。下方
這2塊腿後面的面板打開，旋轉90度，胸口裡邊的4個扣子全部插滿，腰側面的這一塊板子拉下來，跟這一塊進行扣合。前胸板這裡的4個扣點同時進行扣合。最後給它掛上2條手臂，這一套警力神我們也是終於完成了合體。哎呀，這個樣子看起來還真的是非常帥的。把這個可變形的腦袋替換了下來，腦袋後邊終於沒有了這一堆零碎的配件。其實作為漫畫裡邊的一個設定，警車融合在大力神裡邊，這個要素做的竟然意外的大，而且尤其在這一塊肩膀的鎖定位置，環環相扣，一層套一層，卡住了以後是非常結實的。可能对於老 G1 玩家來說，這一套的組合方式會讓你覺得很意外啊，但是对於漫畫黨來說，這也是市面上唯一能把警力神这个元素还原成了合體的階段，也算是第三方的產品在這個角色的設定下一個新的突破。漂亮的造型設計，閃亮的漆面效果，組合後的穩定性，這個得劃分兩頭說。它畢竟不像那種組合替換零件大褲衩那種嘎嘣作響的齒輪關節一體性那麼強，但只要扣合到位，暫時擺放問題應該還是不大的。其實算下來，它已經超出了6合體的範圍，胸甲、褲衩、手臂組合出來的威震天也算是增加了一個玩點，而第7人的警車加入，也讓這個團隊更加的完善了起來。大家覺得夢星的這一大套整體玩下來的感受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那麼夢星大力神篇完結，撒花。